上一支影片解读了杜琪峰的《黑社会1》，本期是续作《以和为贵》，于2006年上映。该片延续第一部故事，继续讲述何连胜内部斗争。有所不同的是，《以和为贵》中的斗争方式更加白热化，而他所描述的现实困境也更加无解。遭遇黑社会改作龙城岁月，杜琪峰这部《以和为贵》已经不屑于审查和解，执意追求电影自由。嗨，各位好，我是叶绿绿。如果第一次找到这个频道，请先点击订阅，码住备用。书接上回，吉米仔背靠黑帮面朝商海，硬是用盗版光碟趟出一条物流财路。他生意越做越大，香港已经容不下了。电影开篇，吉米先找金主郭先生北上勘察地皮，再回港赴宴为干爹阿乐祝寿。饭局上开宗明义，何连生又要搞选举了。没错，又要搞选举了。要知道民主灯塔还要4年才亡一次国，何连胜确实勤了些。飞机跟阿乐，大头跟东莞，是耶稣跟吉米，形成3足鼎立之势。东莞仔年轻气盛，第一个表态，还问阿乐支不支持。阿乐没有正面回答，将问题抛给吉米。吉米表示，我就是来吃个饭，你们爱谁选谁选，我回去接着卖盗版。接下来话分两头，阿乐找元老探口风，又约东莞仔钓鱼。一钓鱼事情就大了，原来他打算连任。还好东莞仔钓鱼之前看过《黑社会1》，剑拔弩张时灵机一动，与阿乐结为联盟。吉米这边比较麻烦，逮谁跟谁说不想选，于是在歌厅被石富厅冷落，在球场被邓博嫌弃，在拳馆和阿力抽闷烟。他重回内地，花2000万买下批文，赶巧碰上施耶稣搞地下6合彩，想劝他终止交易，却遭到人工语音羞辱。我是施耶稣，现在不方便听你电话，有事留言吧。在餐巾上写到有内鬼，哦不，有公安，却被送到公安手上。到了警队看守所，开饭时又被狱卒羞辱。堂堂大哥吃饭还得排队，官商勾结，非法聚赌，罪过不小。还好施耶稣认识熟人，省公安厅石副厅长。吉米赤脚谈判，问说新纪可以北上，为什么我不能？造就了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的名场面。没想到石副厅棋高一招，整了出马走日象飞田，说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爱国，直接将死。吉米这才回过味儿，原来当不上话事人，连个爱国资格都没有。说句题外话，2006年我还小，不知道黑社会爱国这事儿在影院有没有引发哄笑。有经历的前辈同仁，请留言帮我答疑解惑。电影第一幕落听，又到2选1的局面，一方是谋求连任的阿乐，另一方是争取爱国的吉米。阿乐在元老那里吃了灰，召集东莞和大头绑架金主郭先生，想逼吉米就范。此外还做了2件小事儿，先是儿子参与黑社会被学校叫家长，可老师哪里知道此人就是黑社会。应付好老师，阿乐又满怀愧疚悼念亡妻，顺便取回龙头棍，让人带去内地。在这儿我要心疼一下大头，上次人肉带货，这次看守肉票，古惑仔混这么惨，还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吗？得知吉米参选，邓伯龙跟带头支持，可元老院仍有质疑，说他身边有卧底。吉米深知要揽瓷器活，霹雳手段就是金刚钻，于是黑金一横，先将卧底阿力陈坛，再聘请号码帮杀手阿武，也就是风靡一时的加钱哥。第2幕结尾，阿乐吉米在歌厅谈判，谈出个 to be a not to be 的结果，将选举推向你死我活。这辈子很好做吗？拿着棍子很威风，做不就算了，乐哥。这个段落，吉米佯装放弃郭先生，阿乐则真心放弃邓博。可怜邓博一把年纪，出门遛狗而已，却被杀鸡儆猴，殒命阁楼。邓博死后，阿乐又交代飞机枪杀吉米。上一期说黑帮不使枪，既然打破规矩，说明阿乐根本不在乎飞机。还好吉米及时叫停，这才相安无事。当然，吉米嫂和加钱哥阿武也给这场戏增色不少。吉米搞定飞机，终于决心干掉阿乐，但他又不想授人以柄，于是绑了阿乐手下，逼他们反水。阴森恐怖的郊外狗场，众人被带上项圈，和狼狗一起锁进狗房。加钱哥大锤砸手，施耶稣钞票洗地。没想到这帮人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眼看阿武无计可施，只知道加钱。吉米亲自动手，找来一把菜刀，在肃杀的音乐中，将一颗鲜活的良心切碎剁馅，绞肉喂狗。阿武见此场面，声称一辈子做噩梦。施耶稣直接吐到爬不起来。当人肉塞进狗房，阿乐马仔终于妥协。下一秒，吉米举杯，谢谢大家。喂饱狼狗，吉米一伙兵分3路，他和施耶稣做诱饵，引开东莞仔。阿武只身前往棺材铺搭救郭先生，最后是狗场反水仔去给阿乐做锤头洗礼。阿武一身唐装，在棺材铺调脚筋，救出郭先生。眼看任务完成，却遭到东莞仔回神，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加钱，加钱！另一头的阿乐发现儿子准备上供，真心加入黑社会，于是上前阻拦。丹尼慌张出逃，阿乐紧随其后，小弟们也带速前行。
追到丁字路口，阿乐左拐接受死亡，丹尼右拐不知去向。元老院表决会议上少了邓博、阿乐，吉米顺利当选话事人。至此，开篇寿宴上的人都有了归宿。阿乐死亡，东莞跑路，大头被抓，唯有飞机润啊润，躲了债主，躲仇家。影片结尾呼应开头，算是第4幕。石富厅批准吉米北上，并进行爱国教育，说希望何连胜永远姓李。吉米一听 ，what？ 我爱国是为了当老板，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也不可能打工。于是抡起拳头，一拳又一拳打将上去。石富厅等吉米发泄完，擦擦嘴，戴上墨镜，学他说了句：“谢谢合作。”在黑社会第1部，杜琪峰用大量篇幅搭建黑帮宪政体系，还用到洪门系统，增加信仰色彩。到第2部以和为贵，元老院出场明显变少，只起到咨询作用。比如邓博训斥吉米占便宜，劝阿乐别费脑筋。话事人投票环节也不那么神圣耐琢磨了。很明显，只用宪政推动故事，而非影响格局。甚至制度本身也化身角色，让人来破坏它，引起观众共情。简言之，以和为贵的核心之一，正是话事人连任带来的宪政危机。何连胜的宪政体系依托元老政治、百年规矩和那个前现代的洪门誓词，根本不具备制衡机制。都加上一个合作，其实还是有制衡的，谁连任谁不得好死。但这是创作者的一厢情愿，有点像不转不是中国人。至于为什么连任，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上过班当过差应该明白，人在任何一个实体里都像猴子爬树，往上看是屁股，往下看是笑脸，左右看全是耳目。身在树上的人始终无法全身而退，只能花尽心思往上爬。那么问题来了，咱不能换棵树吗？其他树上的猴也是这么想的。关于爬树难题，龙根给吉米讲过，要混黑社会呢，就要做最大的、最有势力的人。显然，在没有平等的社会里，宪政制度要靠话事人自觉，人必将凌驾于宪政之上。统治的快感，一般人感受不到，但它其实很普遍。在中国社会，大到庙堂组织，小到公司家庭，处处充满了统治。更别说有的时候，小区保安和居委大妈都能成为一方诸侯。阿乐遭到天谴之后，宪政危机看似解除，黑社会国有化接踵而至，直接给黑帮修了个线。这样一来，无论阿乐连庄或是吉米终身制，宪政终究覆灭，退回君主制。影片结尾，当龙头棍放进邓博棺椁，杜琪峰对宪政的惋惜之情不言而喻。在我看来，真正的宪政危机，恰是人们不理解宪政，好比不理解黑社会为什么搞民主。杜琪峰曾说，黑帮是一个社会的耻辱。我想这种耻辱不单指非法勾当，还包括他所折射的政体样本，始终逃不过君主消灭宪政。电影以和为贵中，阿乐和吉米化身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为争夺话事人无所不用其极，充分为观众展示了什么叫背信弃义，什么叫冷酷无情。而这一切于观众来说，就像那本臭名昭著的《君王论》一样，需要自行判断。两部黑社会以何连胜作为剖析对象，其他社团鲜有露面，只能从言谈间窥得一斑，要么集体领导，要么世袭罔替。马基雅维利主义认为，成为君主有3种方式，分别是世袭、暴力和个人魅力。世袭制历史最为悠久，中国历代王朝哪个不是随便传个10几代？它的优点是继承人范围小，缺点也是范围小，最终不是基因突变就是经济崩溃，最多也就10几代。电影中的辛纪正是世袭制，而且辛纪老许他还爱国。暴力手段，古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有吉米人肉喂狗。暴力在夺权时消灭对手，在统治时营造恐惧。吉米作为黑帮高材生，早已将2者融会贯通，先营造恐惧，再用恐惧消灭对手，当真是毕其功于一役，避免后续麻烦。个人魅力，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何连胜阿乐说，飞机你去帮我干掉长毛，我要将他人肉尽平。爱国古惑仔吉米说，一定让他小弟做，不然有谁会服我。说到这儿，不难发现，哪有什么以和为贵，不过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佐以中国式权术，催生一代又一代无良政客和卑鄙小人。他们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猾，所做之事无不离经叛道，振聋发聩。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普遍慕强，效仿强者，精于计算，抛弃信义，最终活成个半人半兽的模样。阿乐据实所命，人物完成出场。到了以和为贵，他的精神世界彻底暴露，直至坠入死亡深渊。
最具代表性的2个场景，第一，从王七那里取出龙头棍，握紧棍子昂头时，他仿佛听见山呼海啸，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第二，一向儒雅绅士的大哥形象，居然告诉火牛说，输了棍子不交，账簿不交，妈的什么都不交。流氓耍得如此明显，可见权力确实是春药，能够抑制人性，放大兽性，然后让人变傻。阿乐的出场漫长而具有仪式感，退场同样如此。当他出场时，大帝毫无防备；当他退场时，自己同样毫无防备。前后2部作品，杜琪峰不仅完成自我致敬，还在同一角色身上使用福音式暴力，再次把银河宿命感玩出了新高度。又买了2年盗版录像带，吉米仔成长为生意人吉米，邓博要他做话事人，他坦言说，小时候当小贩被人欺负，这才做了城管，做了古惑仔，而且做话事人不能上市，还要被欧记反黑调查。对于吉米吃他娘、穿他娘、管他娘的做法，邓博非常愤怒，牵着狗说了声靠。阿乐也没搞明白，不沾黄色，不搞盗版，一心甩掉社团，为什么他又回来选？这要从吉米的理想说起，他穷怕了，只想赚钱，赚很多很多钱。要问他能为赚钱付出什么，他一定会说付出生命和良心。他是理想主义的践行者，为热爱的事业奉献所有。可就是这种奉献让他万劫不复。在解读投名状那期影片里提到现实为理想所用，吉米就是这个命题的又一例证。最讽刺的是，他被元老逼迫干掉卧底阿力，最后自己却变成最大卧底。阿乐和吉米这2个人，除了心狠手辣之外，还有个共同特点，那便是对待子女的态度。开篇吉米对妻子说，将来让孩子当医生做律师。片尾得知妻子怀孕，他看向窗外，满眼绝望。阿乐被老师叫家长，始终一言不发，生命尽头追赶儿子，依然是想带他回家。维多科里昂也曾对麦克说过抱歉，坦言不该让他参与家族生意，这会毁掉他美满一生。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这种虎毒不食子的做法，既是教父对罪恶的厌恶，也是他们对主流社会的向往。何连胜最能打的飞机与最能挣钱的吉米，2人都拥有年轻的体魄、迷茫的前路和灵活的思维，但是性格差异让他们形成鲜明对比，也走向不同境遇。吉米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强者，飞机恰恰相反，没读过什么书，也不知暴力是何目的。2人第一次交锋，飞机劫持吉米嫂，却被他当头砸了一酒瓶，吉米还嘲笑说他不怕你。也正是这次交锋，他们相互放过，从而影响故事走向。第2次飞机跑路，吉米元首，一个籍籍无名，一个贵为王者，观众期望他们合作无间，可结局却是分道扬镳。至于飞机为什么扔掉名片，要从他的遭遇说起。在以和为贵中，他一共被阿乐欺骗2次，第1次说干掉长毛，推他做话事人，第2次说干掉吉米，指定能做话事人。结果元老会议上有人说，飞机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从没听说过。其实他自己也清楚，曾对阿乐抱怨道，混这么多年，我谁都不认识，也没人认识我，明眼人都看见了。阿乐把飞机当催板，杀人越货可以，登堂入室不行，那飞机为什么还做呢？其实我想说，飞机正是普通人的投射，老板让做什么就去做，专家说什么就去听，国家有啥政策咱就照办。出主意的都会说为我们好，但到头来还是他们得利，而你我只落得个一无所有。吉米嫂那只酒瓶砸醒了飞机，让他看透了黑社会，并得出个结论，不要相信话事人。当飞机扔掉名片的时候，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还记得前面讲到猴子爬树吗？飞机才是那个可以换棵树的猴子，这下他真的自由了。在文艺行当里，开创性是很高的评价，电影艺术也一样。黑社会1豆瓣评分 8.4， 以和为贵 8.2。 许多评论认为第2部明显逊色，说的正是开创不足。在我看来，第1部只是开场，第2部才渐入佳境。以和为贵又讲何连胜换届，阿乐意图连任，吉米成功上位。此外，杜琪峰还采用虎头豹尾加猪肚的方式，在一头一尾穿插暗线，让影片格局更大。彼时大陆提倡和谐社会，香港无法独善其身，在石富厅的主导下，准备建设和谐黑社会。石富厅花名大圈豹，早年间卧底香港黑帮，曾与施耶稣相交甚好，用政策手段成功招安新纪等黑社会组织。但对于搞宪政的何连胜始终束手无策，直到本次换届，终于圈定目标人物吉米，利用他北上投资的契机，打算给何连胜办一场2次回归。石富厅先给施耶稣开绿灯，默许他搞地下赌博，再将口分放给吉米，最终得到敲打机会，
至于为何约在同家饭店，也许真是陈海的阿力所为。先说饭店这场戏，有个喜剧角色，经贸部何科长，他收到2000万贿赂，恰逢警方收网，心想金沙银沙不如头顶乌纱，于是连滚带爬溜之大吉。堂堂科长谈个生意2000万，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我们要从正面去分析，他不拿这2000万，哪来几十万就业岗位？这是我们的政策，而且他是爱国的。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此地无银300两，隔壁阿二不曾偷。石富厅知己知彼，吉米正好有实力，二人一拍即合，将宪政变成一场交易。这里石富厅还说了句话：我们跟老许谈好了。谈好了什么？影片没有明说，我猜测是关于第3部。我应该说你们神通广大，还是我应该害怕？何连胜永远是你姓李的，我们之间永远以和为贵。黑云压城城欲飘，神仙喝酒不带刀。山雨欲来的气氛让石富厅显得神秘而铁腕，反观吉米坐如针毡，彻底乱了方寸。山上泳池别墅，山下物流仓储，吉米追到了梦想，却失去了人生。至此，何连胜由民阵一方的黑社会变成了省公安厅治下的一个兴趣活动小组。至于黑社会3，条目创建已久，迟迟没有下文，大概是风云太快，来不及改稿。其实也不必刻意等待，现实中早就看过了。故事发生在吉米第6个任期，反正选来选去都一样，于是将2年任期改为3年，以此压缩选举成本。石富厅此时已是封疆大吏，对于香港的社会安定甚为看重，要求吉米出手协助，可吉米一心做正当生意，果断拒绝。石富厅一怒之下，从东南亚召回东莞仔，打算推他做话事人，并让他穿上白衣服去元朗做了点事情。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点赞、订阅、留言，我们下期再见。